喺過去呢一年，我相信好多人都轉咗做 work from home。如果你都係嘅話，我相信以下落嚟呢個 set up 對你嚟講會有所啟發。Hello， 我係 Otman。近呢2個月我都多咗用 laptop 去做嘢，俾到我一個嘅自由度去選擇工作嘅地點。而返到嚟 studio， 我只需要好簡單咁樣將部 laptop 插上一條線，就可以完美咁樣用返晒我原來 desktop 嘅設備，包括34寸嘅曲面螢幕、keyboard、mouse、錄音咪等等。今次嘅桌面改造分為上下集，上集將會介紹一個將所有桌面設備共用嘅系統，咁就唔使浪費晒本身台面上嘅設備啦。隨我去選擇用 desktop 電腦、手提電腦或者2部一齊用都得。喺收睇呢一集之前，同大家介紹今集嘅贊助，佢就係 NordVPN 啦。如果你唔想喺上網嘅時候受到監控，想好好保護自己嘅網絡安全，唔想俾一個極權嘅政府以言入罪的話，你可能就要考慮使用 VPN 啦。NordVPN 擁有相對快捷嘅伺服器，通過晒 PwC 嘅所有驗證，包括唔會留底，仲有雙重加密，確保匿名上網，仲可以用到唔同地區嘅娛樂平台。24小時嘅客服同埋30日嘅免費退款，依家用我條 link 同埋 coupon code 去註冊，就可以獲得一個特別嘅優惠啦。詳情可以去到 description box 嗰條 link 嗰度睇下。如果你冇睇過上年條片嘅話，轉頭可以去睇返，因為某啲嘅設備，例如係升降台、電腦屏幕、keyboard 同 mouse 都係沿用返上年嘅設定，所以今集就唔花太多嘅篇幅去講啦。第一個更新咗嘅配置就係 Laptop Station 啦。喺我講選擇咗乜嘢嘅 notebook 之前，首先好簡單咁樣解釋下成個 Docking Setup 嘅運作。首先一條 USB-C Monitor Cable 連接 Laptop 同一個擴充基座 Docking Station， 同時為 Laptop 提供87W 嘅 PD 充電。擴充基座用另一條 USB-C Monitor Cable 連接我個 Dell 34寸嘅曲面螢幕。擴充基座再連接 USB Switcher 嘅第一個 output， 第二個 output 就係連接去 desktop 嘅電腦。Switcher 上面嘅 input 連接咗 keyboard、mouse 同埋錄音咪，只要撳一下 Switcher 上面嘅掣，就可以選擇係 desktop 定係 laptop 使用呢啲設備啦。我今次用嘅擴充基座係 CalDigit 嘅 TS3 Plus， 提供87W 嘅 PD 充電，基本上都好夠用噶啦。不過 in hindsight， 我呢個 set up 咧用唔着去好多嘅 port 位，例如係 SD card reader 啦、耳機窿等等，到最後我都係就咁黐咗喺台底，因為想個台面盡量少啲嘢。選擇擴充基座咧，第一樣最重要嘅嘢就係 make sure 你部 laptop 係有一個支援 video output Thunderbolt 3以上嘅 USB Type C port， 佢要同時間支援到充電同埋 video output， 呢樣嘢咧就真係要去睇翻說明書或者官網啦。第二就係市面上咧有一啲 portable 嘅擴充基座，如果你唔需要將佢帶出街咧，想好似我咁做一個比較 permanent 嘅 set up， 就唔好買嗰一種啦，因為佢哋通常條線會比較短，你好難去走線，同埋系統上咧都唔會夠桌面嘅呢一種穩定。第三就係佢支援到幾多 W 嘅 PD 充電啦，例如一啲平啲嘅擴充基座只可以 support 到60W 嘅充電，對某啲電腦嘅型號咧未必足夠嘅。可能只可以慢叉啦，甚至乎做一啲負荷重嘅工作嘅時候咧，會出現倒流嘅情況。So far 我依家用87W咧就未試過倒流啦。第四就係線材啦，因為我呢個 set up 要走線嘅關係咧，所以要用到2條3米長嘅 USB-C 線。呢2條咧都係 Fastgear 嘅 C2C， 支援100W 嘅 PD 充電，傳輸速度係10 Gbps/second。用人話講咧，即係支援到一個 4K60 或者2個 4K30 嘅 monitor。如果你條線嘅規格並唔足夠咧，例如只可以支援到60W 嘅充電的話咧，就算你個 docking 可以去到100W都冇用，都只係差到60W。
如果你需要用到更高規格嘅 display， 例如係兩個 4K 60嘅 monitor， 甚至乎係 8K， 就可能要用到一條40 Gbps 嘅 USB-C 線啦。當然你本身嘅 docking station 都要支援到呢個速度，而呢個 CloudDigi 咧係可以最快去到40 Gbps 嘅。不過相關嘅線材咧多數都係得1米長，咁就要做個取捨啦。我今次選擇嘅 laptop 係 Asus 嘅 ZenBook Duo 14寸嘅 UX482E。首先要聲明，呢部係 sponsor 嚟嘅，但係今次同以往唔同，我係睇中咗呢部電腦在先，然後主動去揾 Asus 嘅 PR。其實由上年嗰一代開始，我就已經一直留意住呢一部機㗎啦。獨特嘅 ScreenPad Plus 雙屏幕設計，令人好好奇真正用上手係點樣。今年佢哋喺 CES 推出新一代嘅 Duo，更新咗唔少嘅硬體配置。以 docking 嚟講呢，佢擁有兩個 Thunderbolt 4嘅頭，可以做到40 Gbps， 一個用嚟做 docking 之餘，另一個可以留翻嚟連接 SSD。另一個最大嘅改變就係第二屏幕嘅設計。依家隨住你打開部電腦，會大概反出嚟7度。對比起上一代，新一代用落更加舒適，冇咁容易反光。同時間呢個空位係用嚟做埋散熱，係相當聰明嘅一個設計。新出嘅系列分別有14寸嘅 ZenBook Duo 同埋15寸 OLED display 嘅 ZenBook Pro Duo。Pro 版本咧基本上係打爆晒啲配置嘅。第10代 i9 32GB 嘅 RAM， 頂級嘅顯卡 RTX 3070等等。當然用得最頂級嘅配置喺價錢上都會反映到出嚟嘅。今次我就揀咗細一個 size 嘅14寸版本，行第11代 i7 32GB RAM 同 GeForce MX 450嘅顯卡，對我嚟講呢已經好夠用啦。始終我仲有一部高效能嘅 desktop 係可以做負荷比較重嘅工作。如果呢部呢係我唯一一部嘅電腦呢，咁我就應該會揀選最高配置嘅 ZenBook Pro Duo 啦。頭先一開頭提到新嘅一年，我想試下將更多嘅工作安排喺其他嘅地方嗰度做。始終作為一個 creator， 有好多嘢其實係唔需要困喺 studio 嗰度做嘅，例如係寫稿啊、覆 email、執相，甚至乎係剪 first cut 等等。所以呢排我會去多啲 cafe， 或者將啲嘢攞翻屋企做，陪多啲屋企人同埋隻狗。有好多人會好好奇，到底下低呢個屏幕可以點樣去用呢？佢的確係一個好嶄新嘅體驗，我都仲係 explore 緊。喺日常嘅使用之中，例如係打緊稿啦，我可以用嚟放 browser 嘅 reference 嘅資料，播 YouTube 啦，用嚟放 Spotify， 又或者做一個延伸嘅 display。總之就係多咗一個屏幕啦，的確係幾爽嘅。尤其是以往用慣咗雙 mon 又或者大 mon 呢，一般嘅 laptop 會覺得好唔夠 screen space。UI 上暫時用落都覺得幾成熟。有唔少嘅快捷鍵同埋手勢可以做，特別配合埋本身兩個都係觸碰式嘅螢幕，係幾有趣嘅體驗。當然有部分程式未係好 optimize 到，例如 Spotify 變咗1/3或者2/3 screen size 嘅時候呢，會 show 唔到下低嗰條 play bar。估計原因呢係 software developer 冇為呢種屏幕嘅尺寸設計好一個 UI。下低呢個屏幕真正發揮威力嘅時候呢，係當你用到一啲 creative software。講翻啲上一代已經做到嘅嘢先，最簡單例如剪片嘅時候可以用嚟放 timeline， 個長形嘅 size 呢真係啱啱好嘅。而呢一代最新嘅 control panel 用過之後真係翻唔到轉頭嘅。雖然暫時只係支援4個 Adobe 嘅 software， 分別係 Photoshop、Lightroom、Premiere 同埋 After Effects。好似用 Lightroom 去執相咁樣啦，佢係用 software 去模擬咗一啲調色控制盤先做到嘅嘢。一般嘅嗰啲調色盤我都有，但係唔會帶出街去用噶嘛，只係適合 studio 嘅一個配置。依家可以喺一部嘅 laptop 就做到類似嘅嘢，仲要係觸碰式嘅螢幕，所以手感係非常之好。話說用咗呢部電腦嘅幾個禮拜，每次有新朋友見到佢都會露出驚嘆嘅眼神，大家都會好好奇。到底佢係啲咩新嘅黑科技呢？當然多咗一個屏幕，本身預期之中嘅一個缺點都出現咗，就係電池嘅續航力會比較弱。如果係一般嘅文書工作，唔需要用到最光嘅螢幕的話呢，都可以有6至7個鐘。
但係如果做一啲比較吃力嘅工作，例如係睇片、執相、剪片等等呢，就會得返4至5個鐘。所以如果你攞佢出去長時間去工作的話呢，都需要配備一個尿袋。咁呢個都係一個取捨嚟嘅。而我自己係接受到以更加好嘅性能去換取少啲嘅續航力，同埋依家買一個可以幫 laptop 充電嘅尿袋都多咗好多嘅選擇。例如我依家用緊嘅呢一個 Verbatim 嘅20000 mAh 嘅尿袋，支援到66W 嘅 PD 充電，賣緊330蚊。So far 用落都冇乜問題，同埋係可以大概叉一次嘅 full cycle。另一個可能大家會擔心嘅地方就係 keyboard 同埋 trackpad 嘅設計，因為第二屏幕嘅關係，所以 keyboard 會比較窄身少少，同時間 trackpad 由一般嘅正下方轉咗去右邊。我個人嚟講呢，就覺得冇乜問題嘅，甚至乎更加好用咗。因為如果你用右手的話呢，其實係就手咗嘅。唯一一個問題呢，就係如果你係左腰的話呢，呢部 laptop 可能就唔適合你啦。另一個小小嘅 complain 位呢，就係雖然 laptop 本身會附送一支嘅筆，支筆呢冇咩問題，非常之好用，亦都有一定嘅重量。但係部 laptop 上邊就冇任何嘅位置可以安放到呢一支筆，所以都會驚支筆有時呢唔知擺咗去邊嘅。不過支筆呢係有磁力嘅，所以我就咁啱可以用到我個 laptop 架去安置佢。講完 laptop 嘅部分，就講翻台面上嘅一啲配置啦。呢個 laptop 嘅支架係由2件產品 mix and match 而成，分別係一支 Vivo 嘅 monitor arm， 再配備同樣係 Vivo 嘅 laptop mount。呢啲 laptop mount 都係用 VESA 嘅規格，如果你本身係有多餘嘅 monitor arm 呢，都可以用得着。而我之所以會選擇呢支 Vivo 嘅 monitor arm 呢，係因為考慮到工作台嘅尺寸並唔細，所以我需要支架能夠延伸到一定嘅長度呢，咁我先可以將部 laptop 移到我面前去使用。另一個考慮嘅因素就係離台面嘅高度，呢個支架嘅高度呢啱啱好。講開 monitor arm， 我嘅主屏幕都更換咗一個新嘅支架。之前嗰個承重量好勉強先至支撐到呢個34寸嘅曲面螢幕，令到佢嘅受力好唔平均。個支架呢2年嚟呢都用到有少少稍微嘅傾斜，亦都刮花咗張台面。新嘅呢個支架係 Amazon Basics， 實淨好多，同時間非常低調嘅設計，價錢都算係合理。By the way， 呢2集大部分嘅嘢都係喺 Amazon 度買嘅。近呢1年嚟，佢都有49蚊美金免運費。而 Amazon 呢有一個 Affiliate Program， 如果你透過我嘅連結去買的話呢，我會賺到少少嘅佣金。放心，同你自己 click 入去係同一個價錢嚟嘅，同埋全部 product 都係我親身使用過。咁今集就講住咁多先啦，下集會逐一介紹呢啲台面上嘅小工具，包括2件 Kickstarter 嘅產品、香港人出嘅筆同筆座等等。記得訂閱呢個 channel、comment、like and share， 咁就可以令到我喺 YouTube 嘅演算法之中好過少少啦。同時間，如果你想支持我繼續拍更加多嘅影片的話呢，可以去到 Patreon 嗰度付費訂閱。咁今集呢就係咁多先啦，拜拜。